喂，姐，咋了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呢，正和妈包饺子呢。行，你在那儿等着我，我这就回去。啊，行，那一会儿见了。妈，啊，我姐一会儿回来。妈，咱们多包点，到时候可以带点回去。对呀，还给我姐带点。对，给你姐也带点。你姐最爱吃这个韭菜鸡蛋馅儿的了。哎，姐，说你就来了，快过来帮着包饺子。过来，咋了？问你点事儿。哎，传美跟秀玉的合同是你拟的吗？范专家让我写的。嗨，他答应。姐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我是他们的律师，我帮他们写个合同，怎么了？答应给你钱了是吗？秀玉跟你一样刻苦读书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被人给顶了。你干嘛呢？你帮万传家拟合同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怎么没有良心？这事又不是我做下的，我就帮他们写一个合同而已。这我不写，别人也会写的呀。你明明知道这合同是无效的，你是律师，你为什么还要写？90万，你可真敢写！关涛一跟我说这合同是专业人士写的，我就猜到是你。人家没说破，是怕我没脸。人家说什么，关涛说什么你信，人家说什么你都信，怎么你就是听别人的，听外人的，就是不信我呢？什么是里，什么是外？老王家都拿我当外人，全都瞒着我。你倒是我亲妹妹，你还打算一辈子瞒着我，我信你什么？关涛有问题吗？关涛当律师从来不会为了捞好处去害别人，你呢？你拿秀玉这个事儿去赚钱。我告诉你，今天的秀玉就是昨天的你，你还帮着万传家去害秀玉。我害他什么了呀？正是因为我知道他就是昨天的我，所以我更知道他应该选择的是什么。星云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幸福，你俩这是怎么了？哎，你干什么去？饺子马上就好了，你吃了再走呗。不吃了，妈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万书记，万书记，来了。坐吧。这个还是上次你送给我的茶呢。你都知道了？我都知道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是真的最怕你知道。上次去你们家，我还特意跟你婆婆嘱咐过。那天你站在我们家门口看着我，我就像被你抓住了似的，糊里糊涂的就跟你走了。没想到我万善堂最后让你给拿住了，我还真是怕你。说，
我不怕您，我敬重您。那现在还敬重吗？我不知道。幸福啊，你嫁到万家庄这几年，没见过传媒吧？没见过。他是不敢回来。这孩子还是有羞耻感的。秀玉让我陪她去了趟大学，她跟我说，她的人生被人给偷了。传媒上次回来就上吊了，幸亏他哥发现的早，才没有出事。传美上吊？他为啥要上吊啊？没脸呐！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就能看见他脖子上让绳子勒得深深的红印。唉，我真是老了，眼前的事记不住，过去的事倒是清清楚楚的。传美是传家带着长大的，他妈死得早。那时候我带着乡亲们天天忙着挣钱，一天到晚不着家。记得是有一回天儿不好，回家的早，我说去学校接他们吧。可是到了学校，我连他们上几年级都不知道。我这个爸当的真是不合格。儿女都是债。幸福啊，你回去告诉秀玉，万家集团不会停发他的工资，这笔钱由我和传家个人出，他还有什么要求，都尽管提。秀玉说了，她就想上大学。舒姐，我先走了。幸福，你都知道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不是我打算怎么办，是秀玉打算怎么办。舒姐，那我都知道了，您打算怎么办？秀玉，还没睡呢？小妹，我刚刚去找过万书记了，他跟我说上次传美回来，曾要上吊自杀，幸亏传家及时发现，才没死成。你说什么？自杀？他凭什么自杀呀？
受害者是我呀。我才是受害者呀。妹子，嫂子理解你的心情。嫂子也本想要跟你要个说法，但我实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。咱也不能看着传美走上绝路吧。他们做错了事，一定会受到良心的谴责。以后传美的日子也不一定好过。秀玉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万书记回来了。秀玉，别睡了，快醒醒！爸妈还有大哥都过来看你来了。你看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烧饼，热乎的，你起来吃点。那我给你放这了啊，你起来想着吃。咋样了？我去看看。算了，妈，再给点时间吧。小妹，嫂子知道你心里憋屈，我也跟你一样，真不甘心这事就这么算了。有时候气不过，就想既然错是他们犯下的，不管什么后果，都应该他们自己来承担。但也真是怕事情弄大了，真把传美逼死了怎么办呢？那到时候咱们心里就能好过吗？传美是有罪，可也不是死罪呀。嫂子这脑袋里啊，就像有两个小人在吵架，整天叽叽喳喳吵个没完，别提多烦了。秀玉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？为什么偏偏是我呀？以前我倒霉的时候，也这样问过自己。这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跟我说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”这么一想，啥坎儿还过不去啊？
拿好了。哎，谢谢您。给您，谢谢。好嘞，走吧，走吧。你拿着。还想吃点啥？这个想吃吗？你看，幸福，是幸福吧？还记得我吗？老蔡，好久不见啊！你好，你好。是啊，好久不见了。怎么样？都挺好的。你家庆来还种菜呢？种啊！我现在开了一家客栈，庆来现在负责给我们家客栈，还有咱们村里所有的客栈供菜。那个万家庄有个幸福客栈挺有名的，是你开的吧？我就说嘛，难怪叫幸福客栈呢。你现在干啥呢？还在做蔬菜吗？啊，做呀，不做我吃啥呀？幸福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你看啊，你家庆来还在种菜，咱们把上次没干成的事再弄起来啊。你家庆来那说实话是种菜的一把好手，而且现在有机蔬菜啊，大家非常欢迎。好呀，那我回去跟他说，让他跟你联系。行，那一定联系我啊。好，太有缘了，你忙着啊，我走了。哎。媳妇儿，哎，那菜我给你送到厨房了，我上来看看你，喝口水就走啊。哎，我正好要给你打电话，跟你说个事儿呢。怎么了？你还记得老蔡不？那我不能不记得吗？我今天在菜市场碰着他了，他跟我说还想找你把之前没弄成的事儿弄起来，让你尽快联系他。真的吗？他还想搞专柜啊？是呀，这不是听说你种菜种得红红火火的吗？又想跟你合作，这不好事吗？但是说好了啊，你们要是真谈好了，你还是得优先保证我们民宿用菜。那不是必须的吗？哎呀，搞专柜，那我得扩大生产，再雇几个人啊。哎，真没想到这个有机菜还这么抢手啊！是呀。哎，那我现在就去找他去。啊，那你快去。啊，我去了。啊，你忙你的。哎，何经理您好。啊，我姓刘，是镇中心小学的老师，有个事儿想找您帮个忙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方便。你坐吧。啊，谢谢。有啥事儿您说。何经理啊，其实啊，我早就听说过你，你是不是在省城的大律师事务所上过班？对。对呀，我来请您帮个忙，我呢有个事儿想找个律师啊咨询一下，您能不能帮我联系联系？啥事儿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有几个学生啊，住在山下的水尾村啊，他们呢这段时间经常生病，老是感冒啊、发烧啊，还拉肚子，反反复复的。生病了为啥找律师啊？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正常。您的意思是？您听我跟你解释啊，这个水尾村呐，是在富水河的下游。万家保健品厂的污水厂建在富水河的上游。自从建成投产一段时间之后，孩子们就开始反复的生病了，所以我就怀疑，可能是他们污染了水源。我去找了他们好几次，他们死活不承认，都说这个污水啊已经经过了处理。是处理过的，建厂的同时建的污水处理厂占的我家地，这个我知道。可现实就是这样，老是那几个孩子生病啊。再说了，他们说处理了，就真的处理了吗？何经理，说实话，我成天跟孩子们在一起，他们大的才12、13岁，小的只不过7、8岁啊，他们的生活刚刚开始啊。我听说您认识一个叫关涛的律师，他们在附近几个村子里的名声很大，大家都叫他农民律师。我呢，就想找他来帮我咨询咨询，看看这件事用什么办法来解决。行，明天我带您去见他。他人可好了，是真正为咱农民办案的律师。谢谢。
是这样，刘老师，为什么你会觉得保健品厂排出的污水导致了孩子们生病呢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确切的证据我也没有，但这种现象就是在最近2年保健品厂建成投产后才出现的。您不觉得时间上很可疑吗？那村里有没有对饮用水做过检测？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我去找过水尾村的主任，他说卫计局每隔几个月都对村里的饮用水进行监测，说没啥问题。那有没有其他的污染源？比如说村里有没有别的工厂？再或者说吃的米、面、蔬菜还有水果什么的？我连镇上都找过了，镇政府也派人去查了，还是没有查出什么异样来。管理室，我就是一名镇小学的老师，这件事呢可以说是多管闲事儿。可是我每天跟这帮孩子在一起，就想看到他们生龙活虎的。他们一打蔫儿，我心里就会咯噔一下。再说，他们家里也都不富裕，为了给孩子们看病，家长们愁得吃不下睡不好。看着孩子们这么懂事儿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。所以，管理室，我想找您，是觉得您见多识广，能不能咨询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件事情给搞清楚？刘老师，在你们学校像这样的孩子一共有多少？经常这样的有8个，还有3个不怎么严重的。那这8个孩子都是水尾村的？啊。哦，那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共同点啊？其他的共同点？哦，对，他们都住在村边上靠近河的地方。我去家访的时候，都是先去村里面的，最后再集中去他们几个人的家。这样，刘老师，我认识环保局监测站的人，我回头把电话给您，您去跟水北村的领导说一说。那行，我跟他们主任熟，回头你把电话给我，我跟他说。刘老师啊，这个事儿呢，你也别太着急，我跟我的同事一定会尽快的商量出一个方案。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弄清楚情况，解决问题。今天太谢谢您了，您看耽误您这么多宝贵的时间，我也没啥表示的，我就谢谢了。没事儿，应该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关大哥。没关系，走吧。好，走吧，刘老师。你留步吧，啊，再见。不用送了，关大哥，好，拜拜。那就不送了，拜拜。说句实在话啊，让水尾村并入万家庄，这就是我们万家扶贫呢啊！要不是这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，我们是真不愿意干这赔本的买卖。你说水尾村有什么呀？地，现在几个人还愿意种地啊？人，一大半都是老弱病残。那城里的大学生毕了业都削尖了脑袋想进万家集团。我们平白无故的多了水尾村那么个大包袱，哼！哎，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啊！当初万家发展的时候，上头让我们水尾村做出牺牲，水电紧着你们先用。这先说好的，让你们先富起来，然后先富的带后富的，啊，这别人不知道。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啊，没有我们这些村的牺牲支持，这万家能发展的这么快啊？现在万家想再发展，那是没地了，想跟我们合并，不就是看上我们村的地了吗？啊，你们要是觉得亏得慌，那咱这个合并咱就先放一放啊。老秦哥，现在咱没必要说这个了啊。这让两个村合并，这也是上头的意思，对吧？既然已经到了这份上了，咱这个老账啊
那就别再翻了，没意思。不是，咱既然是合并，咱就是一家人，得一视同仁嘛。我们的村民待遇那总比你们矮一截，这我回去我也不好做工作是吧？多新鲜啊！那待遇肯定是不一样啊，对吧？那我们万家庄本村的村民是经历过创业的艰苦时期的啊，那都是创业老臣，待遇肯定要高人一等啊。你们水尾村的村民凭什么跟他们比啊？再者说，回头集团还要招外来的务工人员呢，那人家那些人待遇还不如水尾村的村民呢，到时候怎么说呀？啊，这还嫌待遇不好？行啊，那上外边打工去啊，看看是不是能比在万家挣得多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看这个合并的事儿，咱就再说啊。不过咱这村里头要是揪着这万家集团污染这事儿要去闹要去告，那咱可管不了了，是管不了。哎呦，怎么着呀？聊着聊着还威胁我呢？啊？茂琴，我叫你一声叔是给老万面子啊！你要是跟我这么说，那咱就别谈了。回去告诉你的人，愿意上哪告上哪告。好，不谈就不谈啊！宁做鸡头不做凤尾，这副总我干不了。走走走，哎，主任啊，走。我跟你说，要挺住啊！哎，延平，话还不能这么说。那冻死迎风站，饿死不求人。回去，硬气。残良说那什么，既然客人要走了，你也跟饭店去个电话啊，就说中午订的饭不要了，取消。看不出眉眼高低，人这都撵人了，还有脸在这站着？走！茂琴大哥，你看这鸡都给炖了，何必呢？你爸说过，两个村合并的话，对我们以后的发展还是有好处的。我知道，放心吧，残良叔，我心里都有数。他们怎么走的，回头还得怎么回来。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，你看，赶上了吧？正好，我知道你在这儿呢，中午一块儿吃吧。老书记，跟您汇报一下啊，我看这事儿是谈不成了。怎么了？你看，自打你们村一开始建这个保健品厂，我就跟上头反映说，将来有可能会污染到。你看现在怎么着？这好几个孩子都在闹病。镇上老师都说有问题，还咨询了律师。我是为了合并这大局，我一直这儿挡着呢。你们村呢，老把我们当二等公民，说出来都丢人。我这主任，还不如你们一村委挣得多呢。不合了。我们穷是穷，穷人有穷人的办法，他打不死你吧，也能抹你一身鼻涕，不是？他们要是揪着这个污染这事儿，啊，揪着不放要闹事儿，那我这主任真是管不了。哎呀，替我做做工作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哪有小孩不生病的？你说啊，就因为我在上游，那你们村孩子病了就怪我，那我们村孩子病了，我找谁去？哎呦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真的没啥说的。走，不是啊，走。一块儿吃个饭再聊聊。抱歉，他们要是闹事儿，爱上哪儿闹上哪儿闹，我真管不了。马琴，有什么？哎呀，真像头倔驴。您有来自关涛的电话，接听还是挂断？幸福啊，我刚跟王丽他们商量了一下刘老师反映的这个事儿。如果现在有初步的证据能够证明保健品厂确实是有污染，也可以考虑走司法途径。那现在像这一类的污染案呢，法庭会要求污染方举证证明自己的排放跟孩子们总生病没有关系。如果他们确实是有污染，但是想证明这些跟他们无关的话，那就必须要提出确凿的证据。这些证据呢，也可以打消我们的顾虑。那好啊。不过呢，一旦要进入司法程序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对万家带来负面的影响。
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客栈以及周边的民宿啊。如果集体诉讼，那应该是起诉保健品厂吧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主要是怕游客会有顾虑嘛。你想想，现在万家集团已经影响到了下游的水尾村了，那也会怕影响到自己嘛。哦，是啊，这我还真没想到，那怎么办呀？我建议啊，是先找环保部门检测一下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就立即向村里反映，立即整治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心里不也踏实一点吗？那我是不是先跟村里打个招呼呀？这个还是得你自己考虑。不过我想啊，还有点早，我们可以悄悄的先检测一下，看看情况再说。这样的话也不用解释来解释去了，万一再生出什么事端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关大哥。还啰嗦什么？跟他们干了！太欺负人了！人家就把我们当重亲戚，根本就不待见我们，还谈什么合并呢？我看啊，合也合不到一起。与其气了当后娘养的，还不如现在跟他们干一场，心里痛快。哎呀，瞎嚷嚷什么都啊！那要嚷嚷能解决问题，我比你们还能嚷嚷了。行了，静一静，都静静啊！我倒是觉得，这是个筹码。那个镇上那刘老师不是找律师咨询了吗？那律师也表示想到村里来了解点情况。这个我倒觉得咱应该支持，咱们就商量商量怎么个支持法啊！哎，碰到事儿都别急，都能解决，是不是？商量商量，来。快了吗？快了，快了。是这儿吧？啊，对，就这儿。行，还是咱上次那家，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那我把兄弟都叫上，行吧？但说好了，今天别喝多，明天早上还有花。就这一次，就这一次。哎，回来！咋了？你看那车，环境监察，那不环保局的车吗？环保局来人了。啊？我没听说啊。这不昨个莫总开会还叮嘱我们要多留意环保局的人。哎，你看，那女的，不是王江那个媳妇儿吗？哟，还真是那个幸福啊。这情况有点不太对啊。是啊。走，报告去。哦，好。辛苦了，两位老师，要不去我客栈坐坐，晚上吃个便饭再回去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们呀还要赶到水尾村那边，村委会也委托我们做个饮用水检测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啊。书记好，你俩跑啥呢？毛木愣愣的一天。书记，有个环保局的车。环保局的车有什么好紧张的？那检查是正常的嘛，没做什么亏心事又不怕啥，好好回上班去。昨天吴经理召集我们开会，还嘱咐我们要防火防盗防环保。放屁！环保局是为我们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，你防着你干什么？有没有点正事儿啊？上班去。行。哎呀，万家庄真是占了个神仙住的好地方呀，山美，水美，景更美。哎，幸福姐，你的客栈最近有房吗？我想带着我老婆孩子过来玩2天。那好啊，你到时候来之前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给你留房间。太好了，姐，靠谱。哎，两位老师，我想请你们去我家一趟，咱多取一份水样，行吗？
瓶子给我。行了，咱们走吧。行，没问题啊。天，哎，怎么了，木葫芦？耷拉个脸，跟个丧门星似的。哎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瞪我干嘛？招他惹他了？行了，别搭理他，他那宝贝外甥啊又生病了。哦，我说呢，哎，听说他那外甥学习特别好，就身体不好。你看这3天2头生病。哎，你说要不要跟咱头说一声啊？不是，他外甥病了，跟头有什么好说的呀？不是，我是说咱看见环保局车的事儿。那也不用说，说啥呀？连万书记都说不用管。行吧。哎，哟，经理，什么不用管？我们万家庄的村容村貌、村镇建设、文化旅游这些方面，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。但是想拿到创富村的牌牌，村办企业的产值、就业，还有上缴的税，这些都是硬碰硬的指标，不能比其他的参评村低。所以呢，还得再加把劲儿，得保住这个势头。这样到年底的话，创富村的牌牌是有希望挂到这面墙上的。万总，您放心，这点信心我们还是有的。这就好，啊，再加把劲儿啊！到时候啊，给你们开庆功会啊，重奖有功人员。我接个电话。哦，你去吧。哎，对不起。什么事？啥？什么时候事？啊，好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干好你自己事儿。对不起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那个保安在村里看到环保局车。啊，对了，你这说我想起来了，谁跟下边胡说八道啊？啊，说是防火、防盗、防环保。不是这个，下面人闹着玩的吧？这什么事都能胡说着玩吗？而且你们听说了没有？啊，水尾村又开始嚷嚷了，说我们上游污染了人家，弄得村里的孩子都生病了。能没听说吗？嚷嚷了不是1天2天了。但是环保局都是定期定点的来检测水质，没发现任何问题啊。我觉着啊，还是太穷了，穷疯了吧，就不能有点什么事儿，有点什么事儿，就都想赖咱们头上。依我看吧，这2个村要合并，他们就是想搞点事儿哈，然后多占点便宜。以我们万家庄为主，2个村合并，这是上边领导定下来的，咱们先富起来了，应该帮助下游的村子脱贫致富，是吧？我这做好了吃点亏的准备的，但是搞平均主义我也不同意。茂琴是个老滑头，这种事儿他是干得出来的。不过俗话说了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们得给我看严实点，保证我们的蛋不能有缝。哎，万总，就是有缝他都找不到。我是说不能有缝。是，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？有缝他都找不到，别说没缝了。没缝就好。老伯，我问你啊，最近污水厂那边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啊，啊，非常正常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明白，我完全都明白。不许再搞小动作了啊！啊，不搞，不可能搞。哎，不过小万总啊，是这样，
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那我们的成本真的吃不消啊！你说这所有设备都开着的话啊，咱就不算人工，就说原材料吧，啊，活性炭、粉状炭、碱液，啊，还有这个 PAC、PAM， 还有动力耗能、维修、运输，哎，总之这污水处理厂的运营成本实在是太高了。那你就想想办法，从别的地方把成本压下来。哎呦，我一直在想啊，能压的成本我都压到极致了，真没空间了。你说小万总啊，咱们这地势这么高，又都是活水，就算是有污染的，早都被稀释了，冲到下面去了，没问题啊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谁都这么干，你不这么干，你的成本就打不下来，你拿什么跟人竞争啊？屁话！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？啊，你要真出了事，这事谁担着呀？啊，还不是你跟我担着吗？这是要坐牢的。我拜托你脑子想清楚一点。也许你人生残破，也许失望让你沉默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倔强的活。谁能阻止你用力去生活？也许理想已斑驳，也许命运略显坎坷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坚强地活。谁能阻止幸福开出花朵？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，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。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，不离深渊，怎知地之厚？别人说用全力拼搏，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，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。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，不临深